2024年初，Mango 服装集团创始人71岁的伊萨克·安迪克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手中接过了企业家生涯奖，这在西班牙是极高的荣誉，是对他数十年商业成就的肯定，也象征着他作为家族精神支柱的地位。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2024年12月，伊萨克被发现死于蒙特塞拉特山谷的一处悬崖之下。警方在2025年1月结案，认定此次事件为意外死亡。但是，今年10月，一条爆炸性消息登上了国际新闻头条：伊萨克悬崖死亡事件被重新定性为刑事谋杀，而嫌疑人是当天唯一陪伴他登山的人，也正是他的长子强纳森。伊萨克的死亡是一场意外，还是蓄谋已久的谋杀？强纳森真的有杀父的动机吗？在这个豪门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暗秘密呢？欢迎加入黑暗目击者的行列，今天我们一起目击这场继承之战。大家好，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如果你也愿意探索真实人性，请订阅我的频道。现在，让我们开始这段黑暗之旅。先来到这个案件的发生地——西班牙。1969年，伊萨克·安迪克年仅16岁，他跟随家人从伊斯坦布尔迁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生活。他在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中长大，没有接受过名校教育，也没有背景加持，但他拥有商人的敏锐直觉。他最初和朋友一起走街串巷，在集市上买从法国和印度低价批来的衬衫和牛仔裤。到了1970年代，他和哥哥纳曼·安迪克一起创立了第一家品牌萨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项目，但却是他服装理念的起点。穿得体面不应该是一种奢侈。时间来到了1984年，西班牙正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做准备。他在那一年创立了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他第一次在泰国旅行时尝到芒果的味道，他立刻爱上了那种清新的口感，也发现不论哪种语言都能轻松发音 Mango。 于是这个国际化的新品牌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一样，准备好了迎接世界的目光。到今天，Mango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全球115个国家拥有超过2200家门店，年销售额高达30亿欧元，被视为西班牙最成功的时尚品牌之一。Mango 的集团估值已经超过40亿欧元。伊萨克本人也被福布斯杂志列为西班牙最富有的10人之一。顶级富翁的突然死亡很容易和金钱联系到一起。从公布的遗嘱来看，他将95%的财产平均分配给了自己的3个子女。这3个孩子也早就对此知情，也就是说，长子强纳森已经知道他将在父亲正常死亡后合法地继承父亲的财富。如果选择杀死他的话，有可能罪行曝光，所有的这一切也会随之消失。那么，他有什么动机杀死自己的父亲呢？只因为等不及要继承财产和商业帝国了吗？在讨论强纳森的动机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强纳森·安迪克出生于1981年，他是伊萨克的独子，也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他曾在英国和瑞士接受教育，也曾被送往美国攻读管理课程。但他是否完成学业，是否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实战训练，至今无从查证。对外界而言，他更像是一位在父亲庇护下逐渐被扶上马的富家子弟。2006年，年仅25岁的强纳森被正式任命为 Mango 的副总裁。随后，他进入了董事会，
并以年轻有活力、代表新一代消费观念的形象出现在各类媒体与行业活动中。2008年，他主导了 Mango Man 男装系列，这本来是不被伊萨克看好的计划，但在强纳森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几年后，强纳森被正式任命为公司 CEO， 外界一度将此解读为父子顺利完成了交班，但实际情况远比看上去的复杂。在 Mango 的内部文化里，伊萨克的身影从未远离，他仍然掌控着股权，参与所有重大决策，对品牌走向、设计审美、财务预算都有着极强的干预。而强纳森虽名为 CEO， 却从不曾拥有真正的决策权。激烈的冲突出现在2015年，当年 Mango 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明显的下滑，欧洲门店业绩不振，亚洲扩张遇冷，集团营收首次出现负增长。强纳森希望通过大规模构架调整，包括引入外部资本，进行管理团队的更换。但是这一战略在董事会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最主要的反对者正是他的父亲伊萨克。最终，这场冲突以强纳森的主动辞职而告终。他离开了 CEO 的职位，只象征性地保留了董事会的席位，品牌经营主导权再次回到了伊萨克手中，这极大地影响了强纳森的情绪。他开始减少公开露面，社交平台更新也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他仍持有 Mango 大量股份，是重要的经济受益人之一。在家族事务中，他仍然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不过，一些事情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2023年底，一封未公开的内部信件被媒体间接披露，伊萨克有意设立新的遗产架构，将部分股份转入家族信托基金，由独立的专业管理机构运作，从而确保 Mango 的长期战略不会被非理性情绪所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封信的核心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强纳森在未来全面掌控公司实权。2024年夏天，伊萨克开始正式咨询律师，准备再次修改私人遗嘱。前面我们讨论过，是否存在强纳森希望提前继承财产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是有的。因为如果伊萨克再次修改遗嘱，也许强纳森会被完全排除在 Mango 管理权之外。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钱，而是一场关于信任、控制、继承和自我证明的战争。所以，强纳森有动机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铤而走险。那么，伊萨克的死亡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把目光落在2024年12月13日，父子两人在 Mango 的总部会面，他们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谈话简短，并且气氛紧张。第二天，2024年12月14日，星期六，他们一起前往蒙特塞拉特山。上午10点30分，强纳森将一辆灰色汽车停在了山南侧的科尔巴托停车场。父子两人穿着运动服从车里下来。伊萨克非常熟悉这条路线，对他来说，这只是一次简单的常规徒步。两个人一共走了1个多小时。有人目击到他们两人经过。一对在附近露台吃早餐的夫妇回忆说，这对父子一路上没有说话，看起来像2个陌生人，一个人走在前面，一个人走在后面。强纳森的说法和这对夫妇的说法相吻合。他对事发经过是这样叙述的：当时他走在前面，父亲走在后面，他听到一声巨响，像是石头滚落的声音。等他回头去看，伊萨克已经不见了。他跑到路边，向下看过去，只见在山坡灌木丛中有阳光下反射出的某种亮光。他判断那是父亲的眼镜，于是他连续几次呼喊父亲的名字，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然后他报警求救，直到警察赶到。当天的晚些时候，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在悬崖下发现了伊萨克的遗体。法医随后做了检查，死者伊萨克全身多处骨折，头部有遭受重创的痕迹，可以判断是当场死亡。尸检报告上表明，死亡原因是致命性坠落，符合意外特征，无先前伤害，无暴力迹象。警方最初没有发现太多的疑点，于是事件在几周后以意外结案，将伊萨克的遗体归还给了家属，并下葬。可是，当案件的卷宗放到了加泰罗尼亚警队的办公桌前，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官察觉到了不对劲。事件中的一切都太干净、太完美了，像是被设计好的一样。于是，他请求复核，重新开启了对这个事件的秘密调查，进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疑点。那么，加泰罗尼亚警队到底发现了什么呢？2025年2月，案件再次开启了调查。加泰罗尼亚警队在重新展开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的疑点。首先，强纳森声称自己惊慌失措，立刻用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但记录显示，强纳森在12点52分首先给伊萨克的紧急联系人昆特打了电话。在电话中，他含糊地说伊萨克坠崖了，然后在整整7分钟之后才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报警呢？强纳森的解释是：我太慌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根据医院接线员的回忆，强纳森的求救电话中没有风声，没有任何环境声音，没有喘息声，只有强纳森的叙述声音，语气非常平静，完全不慌乱。另外，强纳森在坠崖发生之后，很快配合警方的调查，提交了自己的手机。但在案件重启之后，警方认定这部电话是强纳森在坠崖之后更换的，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数据内容。强纳森对此没有否认，他的解释是原手机老化进行了更换，已回收处理，找不到了。警方开始重回现场调查，强纳森指认的伊萨克坠崖点那处地面没有松动、划痕或者碎石滑移的迹象。痕迹勘查人员进而指出，伊萨克的坠落轨迹并不符合狡猾跌落的痕迹，他的身体落点十分干净，周围几乎没有岩石擦碰或者树枝的抓痕，他的衣物上也没有植物残留，这可以看作是他以某种直线角度被推进悬崖的。而在身体落点附近的岩石缝中，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枚金属物件，一块疑似衣服配件的碎片，以及一条被压扁的表带残片。它们究竟属于谁，目前尚无定论，但警方初步认定它们可能与推搡、身体挣扎等行为相关。基于以上这些疑点，警方于2月14日再次传唤了强纳森配合调查。这一次，他由律师克里斯托瓦尔·马特尔陪同前来。这位律师是西班牙最知名的辩护律师之一，曾为政治人物、银行家甚至王室成员辩护。当天，强纳森穿着一身深色西装，神情镇定，仿佛是来参加董事会会议。在2个多小时的问答中，他重复了先前的陈述。父亲走在后面，我听到响声，转身去看，他已经不见了。因为地形危险，我不敢靠近。而当警方在进一步深入询问时，强纳森不再回答问题，以沉默回应。但此时，另一个人却打破了沉默，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证词，证明伊萨克与强纳森的父子关系已经极度紧张，处于崩溃的边缘。矛盾源于公司经营理念与权力斗争。更为关键的是，证人透露，
伊萨克已于事故发生的几天前与律师约定会在下一个周一正式签署新遗嘱。这表示他的坠崖恰好处于遗嘱修改前的最后时间窗口。这份证词让警方立即将强纳森正式列为谋杀嫌疑人。提供这份决定性证词的人，正是强纳森在伊萨克坠崖之后第一个电话联系的人——昆特。那么，昆特是谁？他为什么又在此时做出了对于强纳森不利的证词呢？要了解昆特，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伊萨克的感情生活。伊萨克有一段长达20年的婚姻生活，育有1子2女，强纳森、朱蒂斯和莎拉。这段婚姻关系结束之后，伊萨克一直没有再婚。他和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有过一些短暂的约会和交往，直到在2018年遇到了昆特。昆特1973年出生于巴塞罗那，他在90年代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高尔夫球运动员，代表过西班牙参加国际比赛，并赢得了一些奖项。他曾与西班牙广告和传媒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贡萨洛·罗德斯结婚，他们育有3个孩子。之后2人离婚。昆特在2018年和年长20岁的伊萨克开始交往，并一同在位于巴塞罗那北部的别墅长期生活。有资料显示，他曾经进入 Mango 的管理层工作。伊萨克没有和昆特在登记结婚，但他们以伴侣的身份共同生活，这也是昆特是伊萨克的紧急联系人的原因。外界并不清楚昆特和强纳森兄妹3人的关系如何，但在伊萨克离世之后，他们为伊萨克的遗产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原来，伊萨克在2023年那次修改遗嘱的时候，将昆特列为遗赠受益人，这表示昆特没有遗产继承的身份，但是伊萨克会以赠送的名义，在去世后将其名下的别墅、游艇、未来公司的股息分红部分留给昆特，以保证他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据有关报道，昆特在伊萨克坠崖死亡后，以事实婚姻为理由，要求以配偶身份参与遗产的分配，但该请求并未获得法律的支持。其后，他提出希望获得1亿欧元的遗赠，但是也没能与强纳森兄妹达成一致的协议，所以一度传出他将为了遗产的争夺和强纳森兄妹对簿公堂。正是在这个时间点，昆特作为关键证人提供新的证词版本，使得警方将强纳森列为嫌疑人。这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昆特这么做是为了追查伊萨克的死亡真相，还是为了在遗产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呢？那么，他的证词真的可靠吗？巴塞罗那警方从2025年2月开始将强纳森列为嫌疑人，一直秘密地调查着案件，直到10月，才有媒体揭开了这个意外死亡变为嫌疑谋杀的惊人转折。这其中8个月的时间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迷雾重重。据了解，强纳森的2个妹妹已经和他切断了私人联系。Mango 发布了一则极为简短的声明。Mango 感谢大家的慰问，并请求在调查进行期间给予尊重。目前，警察还没有找到能指证强纳森犯罪的确切证据，但是强纳森确实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疑点。而作为关键证人的昆特，他的动机和证词的可信程度也让人怀疑。这场继承之战远远没有落幕，它是伊萨克对于一切的控制欲和强纳森对于自我证明的野心之间的战争，也是强纳森兄妹以及芒狗集团的声誉和昆特的遗产要求之间的战争，更是隐没在黑暗中的人性欲望和真相之间的战争。感谢你将这个视频看到这里，目击这一段黑暗旅程，你怎么看待这场继承之战呢？
你认为真相会是怎样呢？我认为乔纳森和昆特都说出了部分事实，也都有所隐瞒。而死者伊萨克，他终其一生爬上财富的巅峰，最终丧生于150米的悬崖之下。他处处低调，回避聚光灯，却在死后完全曝光于公众面前。他用尽一切控制他创立的公司，而公司却因为他的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他将人生信条“由爱所见的不会被时间摧毁”挂在了墙上，而他似乎不曾真的被爱。他的孩子、伴侣都是他的战争。你和我也许都只是普通人，这一生也不会站在 CEO 的办公室里做出影响世界的决定，也不会卷入亿万资产的继承大战。但也许真正值得继承的从来都不只是数字，而是温柔的眼神、真实的牵挂，以及一个人被爱的人铭记的方式。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我们下次再见。